渣男老公在外谎话连篇，还说我已经去世，真是醉了。去医院拿产检报告，结果迎面撞上我的丈夫，陪小三也去产检。没想到孕检时才认识的好友，居然会是我丈夫的小三。小三一脸不可思议的指着我，望向我丈夫，你不是说你老婆已经死了吗？好家伙，不知不觉我竟然都死了。等到后来医院打电话来，让我签他的手术同意书的时候，我躺在沙发上，淡淡的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养胎，同意放弃治疗。接到闺蜜张璐的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看电视，她约我下午一起吃个饭，顺带把产检报告也一并拿着。想着在家也没什么事，就驱车前往了医院。医院大厅里人来人往，站着大厅中间的我，抬手给张璐打了个电话，喂，张璐，你在哪呢？行，我上来找你啊。张璐说她在办公室里，听她的语气好像有些生气，我也没多想，毕竟做这一行的，难免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。顺着科室牌一路找过去，就看见办公室门口还站着一个女孩，那个女孩我也认识，也是在做产检的时候遇到一个孕妈，我跟她聊得很开心，还加了好友。郭婷，你今天也来产检啊？好巧啊！听见我的声音，她转过身来，语气兴奋，子悠姐，好巧啊，正好我老公今天也来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还没等我回答，就看见办公室里气冲冲的冲出来一个穿西装的男人，揽着郭婷的肩膀就要走。我伸手拽住他，有些不解的喊道，老公。郭婷也有些疑惑，子悠姐，谁是你老公啊？男人低头做事想跑，被我抓住了胳膊没跑成。我指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他啊，张峰，我老公啊。我反问他，哪个是你老公？郭婷颤抖着伸出手指向他，声音有些颤抖，张峰啊。我看向张峰，强忍着泪水，让自己保留最后的一丝理智。从怀孕以来，你从来没有陪我做过一次产检，你一直在陪别人做产检。最后几个字，我几乎快要哭着说出来的。听到我的质问，张峰还想狡辩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。旁边的郭婷已经泣不成声，你不是跟我说你老婆已经死了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望向他，张峰，你有没有点良心？你在外面找小三，还说我死了。张松的脸上有些不耐烦，把食指放在嘴巴上嘘了一声，想让我别说了。周围的人听到动静，都不停的聚拢了过来，围着我们窃窃私语，还有不少人在拿着手机拍照、拍视频，大概也是觉得丢人。张峰护着郭婷的肚子，轻声的哄着她走了。望着他们俩离去的背影，我不敢相信，昨天还跟我说会一直爱我的男人，今天会把我一个人丢下，遭受着围观人群的注视，自己和小三走了。最后还是闺蜜张璐护着我进了办公室。其实我今天叫你来，除了吃饭，最主要的就是我看见了张峰和那个女人一起来产检。闺蜜望着我一脸难色的说道，我怕告诉你会影响你的心情，但是想了想还是决定要跟你说，只是没想到你居然和那个女人认识。我趴在闺蜜怀里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不，我还要谢谢你，让我知道这个男人的真面目。至于我和郭婷是在产检的时候认识的，那个时候我坐在大厅里等着挂号，她恰好也坐在我旁边。当时我正看着手机上电视剧里的正宫撕逼小三的戏码，她也看见了，就朝我说，这种视频啊，不适合咱们怀孕的人看，那里面的第三者也太坏了，天天想着怎么破坏别人的家庭，越看越气。我指着手机屏幕，但是我实在是太好奇后面的剧情了，想知道这个第三者的下场。你知道吗？我身边真的有这种第三者，天天为死为活的，都搞不懂为什么。说着还转发到他的朋友圈里。我摸着肚子，我跟我老公呢，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了，之前陪着他忙事业，也不敢生孩子，现在他事业好了，所以就有了生孩子的打算。郭婷和我恰恰相反，我呢，一开始就是打算找个人早早生孩子，然后就忙事业，这样孩子事业两不误，都好。就这样我们两个聊得很愉快，
之后还加了微信，一起分享一些孕期事宜。只是没想到他会变成当初他自己说的那种的小三，我也没想到我居然会和我老公的小三成为好朋友。听我说完这些，闺蜜也很气愤。今天张峰来陪那个女人产检的时候，看见医生是我，居然还想要出言威胁我。威胁你？恶狠狠地跟我说，让我不要和你说一个字，如果他的孩子出了问题，一定不会放过我。说到这儿，闺蜜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，然后又担忧地望着我，宝儿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打算怎么办？是啊，我要想想该怎么办。望着眼前这间办公室，上一次来我还在这里跟闺蜜秀着恩爱，说着我老公对我多好，没想到才短短几天就全变了样，真的太可笑了。我居然和小三成了好朋友，还约着和他一起生，我就是个笑话。我要和他离婚。随着我这句话的落下，办公室的门也被打开，张峰急切地冲到我面前，立马就跪下，脸上带着虚伪的恳求，低声的祈求我，老婆你听我解释，真的是有原因的，我发誓我是爱你的，你要相信，相信你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你敢跟我说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，还是要相信你没出轨，还是让我相信你刚刚你不是故意抛下我不管的？我连续的质问让张峰哑了声，只会仰着张脸，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懒得再看他这副恶心的模样，拉着闺蜜就走了。路上，我收到了郭婷发来的信息，子悠姐，我们见一面吧。回到家里，看着毫无变化的房间，明明什么都没变，怎么好像却又什么都变完了。环顾四周，客厅里还放着他给宝宝买的新玩具，我当时还笑话他，说买这么多家里会不会都放不下。他说我的宝宝要给他最好的，多少都不会嫌多。墙上还挂着我们上次去旅游时候的照片，看着我那个时候脸上的笑容，现在只觉得恶心。这个家里处处都有他的痕迹。我打了个车回我爸妈那里去，以我现在的情绪开车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。刚进家门，我妈就围了过来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？张峰呢？他怎么不陪着你？妈，我叫了一声，准备回答他的问题，可一出声，声音就是止不住的哽咽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妈着急的给我擦眼泪，我爸也连忙从沙发上起来，闺女，这是咋了？是不是张峰那个臭小子欺负你了？说着就要冲出门去找他，还是我妈把他拦了下来，先听听女儿怎么说，别那么冲动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去找他有什么用？我把今天在医院发生的事都告诉他们了，包括郭婷给我发的信息。这个畜生，我爸气得直拍桌子，当初要不是我们在背后帮衬着他，他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现在才刚翻身就想着风流潇洒，还敢出轨。当初我就说这小子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家里又穷，我就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但是你死心塌地的非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也没办法。确实，当初我爸极力的阻止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原因就是因为他太穷了，我爸觉得我跟着他会吃苦，我爸想让我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在一起，可我那时候一心都在张峰身上，根本没想这么多，觉得我们两个靠自己的努力也能会有很好的生活，为了能在一起，甚至还不惜跟我爸闹翻了脸，好久关系才缓和过来。我妈责备的拍了他一下，现在跟女儿说这个干什么？重要的是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对，女儿啊，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不要怕，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我爸握紧了我的手掌，心里传来温暖的力量。我要跟他离婚，我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他，我要让他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我心灰意冷的想着，这次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既然放着好日子不想过，那就让他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既然你想跟他离婚，那手里一定要掌握一些证据，我们才有充足的底气能和他斗争，把属于我们的通通拿回来。我妈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而且要越快越好，最好今晚就回去找一找。我妈给我出这主意，还有你说的那个女人，如果她这个时候还想跟你见一面的话，肯定是想说些什么。
再次踏进房门，没空去伤春悲秋的再看那些东西。张峰在家办公的时候都是在书房，所有重要的文件和一些东西全部都被他放在书房的那个保险箱里。而正好前段时间，因为我们小区出了一起恶意盗窃事件，我跟张峰提起过要在家里装摄像头，他当时没怎么在意，就让我自己去处理。我想着书房放都是一些重要文件比较重要，所以特地在书房也装了一个摄像头。现在正好方便了我，从手机监控上看到了他输入的密码，很顺利的就打开了保险柜。里面还有几件珠宝和一些小票，看了下全是各种奢侈品购买的发票，但是我的手机上有没有这些商品的消费信息？当初在一起的时候，张峰斩钉截铁的跟我说，不会让我像其他女人一样猜忌，所以他把名下有所有的卡都绑在了我的手机上。男人的话永远信不得，也证明了他有额外的经济来源。正当我想着的时候，不经意间看到了放在里面的一个牛皮纸袋，打开之后，里面全是公司的财务报表和一些重要文件。看了一会，我就全明白了，他居然在挪用公款，快速的把文件复印了一份，又不动声色的放回去。这样的重要文件，平时不会随意拿出来，所以一时半会也发现不了。保险起见，我把摄像头也藏得更隐蔽了。回去的路上，郭婷又给我发了个信息，姐，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张峰骗我说他老婆已经去世了。姐，明天我们能见一面吗？车内的灯光被道路两旁的路灯照得忽明忽暗，想了想，在屏幕上按下了几个字，明天上午，医院旁边的咖啡厅。我到的时候，郭婷已经在那里了，在店门口环顾四周，最终在店里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他的背影。也是，这种事也不好在人多的地方说。刚坐下，郭婷指了指我面前的提拉米苏，按照你以前的口味，给你点了一个。我没回他，静静着打量着他，年轻、漂亮、聪明、有活力。再反观我自己，这些年陪着张峰创业，把自己糟蹋的像一个黄脸婆一样。见我没说话，郭婷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接着开口，姐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已婚的，他跟我说他老婆已经死了，所以我才跟他在一起的。而且那天知道你是他老婆之后，回到车里，他还信誓旦旦的跟我保证说他一定会跟你离婚。可是张峰跟我说，是你借着怀孕要挟他，甩都甩不掉。郭婷显然气得不轻，他喝了一口面前的果汁，又继续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太坏了，如果不是他，我的孩子也不可能会有问题。有问题？听到这，我忍不住出声，是，医生说我的孩子可能会有疾病，具体的还要等下次的检查才能知道。他话锋一转，可是张峰那个男人听到我的孩子可能会有问题之后，再也没来找过我。所以姐，他抬起脸看着我，他现在一定会想求你留下这个孩子，想方设法的让你原谅他。怎么可能？自从那天在医院见过他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跟他见过面，甚至连电话也没有。明显郭婷也不信，怎么可能呢？他现在没来找我，也不去祈求你的原谅。一时间气氛有些沉默，可又于说我们同时抬头看着对方，看着彼此的眼神，心中有一个共同的猜想，他还有别人。是了，会偷腥的猫不会只偷一次就停手。张峰啊张峰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郭婷神色激动的抓着我的手，姐，我们联手吧，让他付出代价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思考了一瞬，然后说，好。多一个盟友，比多一个对手好多了。正好有些我不方便去做的事，借助他的身份，反而可能会更合适。郭婷神色一松，转而又问向我，姐，那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掏出了一支录音笔，放在桌子上递给他，想办法把这个放到他的办公室。想了想又问，你去过他的办公室吗？郭婷点点头，他带我去过一次，又有些不太明白的问我，姐，你放这个干什么？为了彰显诚意，我把我发现的事都告诉了他，看他的反应，估计也不知道这个事。张峰他疯了，这么大胆的事他也敢做，
郭婷努力的压低自己的声音。是啊，谁能想到他这么大胆？我点点桌上的录音笔，你就负责把这个放到他的办公室里，至于他有没有其他的女人，我会派人去查的。好，郭婷朝我伸出手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我们这个圈子里多的是正宫跟小三的故事，随便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都能扒出来一堆，能让你听上一天的谈资。所以我也认识一些有名的私家侦探，说起来还是之前那些客户的妻子推荐给我的，他们的老公大多数在外面都有人，当时推荐给我的时候还劝我劝你呀，也找个私家侦探去查查你老公，男人啊，在外面一个样，在家里又是另一个样子。我当时觉得张峰肯定不会是这种人，而且如果被他知道的话，也会觉得我不信任他，反而可能会让我们原本和谐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。只是没想到，当初我深不以为然的事，现如今真的发生了。我找了一个圈内很有名的私家侦探，跟他说了我的诉求，很快那边就回复了，没问题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包你满意。张峰和他妈估计也是没想到我还会再回来，明显在我进门的时候，客厅的谈话声戛然而止。在看到我的一瞬间，婆婆立马冲到我跟前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子悠啊，都是妈不好，是我出的馊主意，让张峰去外面找一个，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还不停的捶自己的胸口。我怕折寿，连忙拉他起来，妈，你先起来再说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张峰站在一旁，苦着张脸，双手插兜的转过身去，也不说话。看着他这副敢做不敢当的样子，心中又是一团火气腾的窜上胸口。妈，你先起来，起来我们再说话。说实话，这么多年我婆婆待我不错，可是现在我也分不清，到底是张峰拿她出来挡箭，还是事实就是如此。如果是后者，算了算了，不想了。子悠啊，这些年我自认没有亏待过你，这件事确实是张峰做的不厚道。婆婆拉着我走向沙发坐下，两只温暖有力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掌。可是，我希望你能看着孩子的份上，原谅他这一次，你肚子里好歹还有我们老张家的后啊。说到激动处，做事又要哭，我赶紧抽了张纸给他，顺势说，妈，这些我也都考虑过，要我原谅他也不是不行。张峰见有希望，噌的一下从旁边站了起来，婆婆也停止了哭泣，望向我。我又补充道，让那个女人把孩子打了，然后彻底跟他断干净，没问题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张峰就着急的跟我保证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呸，真是个渣男。以及我将手伸向他，卡给我。他一愣，随即眼神闪躲，不自觉的摸了摸鼻子。哈，老婆，你这是说的哪里的话？我的卡不都是在你那儿吗？他尬笑了两声，我没动，气氛一时间沉静了下来。婆婆也看出不对劲，起身拍打他，你个臭小子，有你就拿出啊，现在还藏着掖着。就这样，张峰才不情不愿的从身后拿出皮夹，抽出了张银行卡。我伸手去拽，没拽动。我一使劲，小样儿，拿来吧你。拿钱办事的就是不一样。很快我就收到了私家侦探发过来的照片，一张一张的翻过去，越看我拿手机的手被气得越抖。照片里张峰搂着不同的女人，出入各种酒店，神情暧昧。有一张甚至还没进酒店，手就放在了那个女人的胸里，恶心的我差点连隔夜饭都吐出来。拿着这些照片就找到了郭婷，郭婷也是被饿得不行，爷喂，快拿走，太恶心人了。他一边捂着嘴，一边飞快的挥手摆动。他这2天来找我，还是让我藏好一点，好半天郭婷才缓过来。自从知道我的孩子是健康之后，他就又重新过来找我，少请，又看向我，姐，这个孩子，你的孩子没问题不是更好吗？反正我都已经要跟他离婚了，谁给他生孩子也不关我事，更何况这还是一条鲜活的生命。和郭婷相处这么长时间，我也能感受到他对这个孩子的期盼。这段时间你和张峰搞好关系，我会抽时间跟他提离婚。我叹了口气又说，我不知道张峰是不是拿他妈出来当挡箭牌，
但是我知道，肯定是因为你说你孩子一开始有问题，他们才会想方设法的保住我这个孩子。接着又补充道，既然现在你的孩子没问题，那么我跟张峰提离婚就会容易的很多。我转头看向他，等到我跟他成功离婚之后，你再转手甩了张峰，想要家里红旗不倒，外头彩旗飘飘，他也配？到时候我们两个一起甩他。郭婷也很赞同我的提议，片刻间，他轻舒了一口气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有一天我居然会走到这个地步。别想了，我掏出张峰给我的那张银行卡，在手里挥了挥，去 shopping 刷他的卡。好，晚上我跟郭婷实在买不动了，才各自分别回家。那些店员看我们买东西的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去抢银行了呢。张峰看着我大包小包拎进来的时候，脸色明显一沉，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不是自己赚的钱一点都不心疼。我明显的有些不悦，在婆婆的促使下，张峰才不情不愿的过来帮我提东西。之前想着他赚钱不容易，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的我也习惯了节俭，能用就不买。现在我才懒得管他那么多呢，他不是舍不得花钱，只是懒得给我花钱而已。对着他那些小老婆们可是大方的很。放下东西转身就进屋了。自从上次回来之后，这几天一直和张峰都是分房睡，和他睡一起都让我想吐，可我偏偏非想在他面前晃悠，让他看着，让他受着，让他有气不能出。你想烫死我啊！一脚踢翻了张峰打来的洗脚水，温和的热水随着被踢翻的盆哗的一声倾倒在张峰的裤子上。那水其实并不烫，我是故意踢翻的，就是想要看看他能忍到什么程度。和张峰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小到穿衣搭配，大到谈生意拿合同，哪一样不是我在背后为他精心准备？这些年靠着我和我爸的资源人脉，为他张峰办了不少事，不然靠他自己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爬上来？有我这样一个老婆在家，可是省了他不少事。果然，张峰双眉紧拧，脸色发青，但还是忍了下去，讪笑着开口，是我不好，我现在就给你换一盆水来，辛苦老婆等一会啊。等到他再次端水回来的时候，我早已反锁了房门睡觉了。他大概也知道我不会放他进来，迷迷糊糊中听到他在离开前暗骂了几句，我忍不住轻笑一声，又沉沉睡过去，心里止不住的想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刁难他，一方面是我无休止的挑剔，另一方面则是郭婷的好言好语，温柔以待。很快他就做出了抉择，他再一次的选择了郭婷，只不过这一次是我们俩的精心策划。郭婷跟我说，张峰一直在和他抱怨，说我现在就是个疯子，简直不可理喻，时不时还带着几句难听的咒骂。那你怎么还不跟他离婚啊？他那样的女人有什么好？窝在他身旁的郭婷看似替他着想的开口，你看他现在人老珠黄的样子，还这么纠缠不休，你可是个干大事的人，怎么能伺候他？再说了，他现在可是靠你养活，没有你，他顾子悠算什么东西？张峰被夸得有些飘飘然，神色都不由得放松了下来。那是，没有我他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给老子摆脸色？郭婷低着头悄悄的翻了个白眼，又趁热打铁道，张峰，你什么时候和他离婚啊？我肚子里的孩子还想光明正大的叫你一声爸爸呢。郭婷的月份已经能感受到胎动了，张峰趴在他的肚子上，仔细的感受着肚子里的小生命，而且我悄悄问了一声，他抚摸着肚子，一脸神秘又小声的，是个男孩。真的？张峰眉宇间的喜悦像是要飞了出来，那还能有假？看着手中郭婷递过来的检验单，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才拜托到熟人帮我看的。还没看完，又听到这话，一时间被冲昏了头脑。好，拿着手中的报告单，沉默了半晌。张峰，顾子悠能做到的事，我郭婷也一样可以，而且我也是名牌大学硕士毕业，我也一样可以帮你。一旁的郭婷语气真诚，满脸期望的望着他，这些话就像一颗定心丸，给了他方向。
最终他像是下定决心，握紧了手中的报告单的说道，好，我回去就和他离婚。两个人共同决定做的事，可比一个人单方面努力快得多了。原本以为能安稳无事的顺利拿到离婚证，可没想到还是出了乱子。根据私家侦探之前提供给我的信息来看，照片上的两个女人都是张峰养在外面的小三，并且和郭婷一样，都以为自己是他唯一的另一半，以后能当老婆的那一种。想着都要离婚了，就送他一份大礼，于是就替他把两个女人都约在了一起。只是没想到，看起来两个美艳友善的人，居然那么狠。我去，这俩人也太猛了吧！郭婷被惊得连手里的端着的杯子都忘记放下，一个劲的在兴奋，时不时的还挥舞两下，冻得杯子里的咖啡差点洒出来。我赶忙扶稳他的手，姐姐爱，小心点，别这么大动作，小心被发现。快看快看，叫人了，叫人了。行吧，看着他更加激动的手，就知道他一点也没听进去。那边，张峰可谓是陷入了修罗场，空气中弥漫着的硝烟味，简直一触即发。两个女人毫不留情地抖落着张峰曾对各自说过的誓言和保证，一字一句，字字珠玑。张峰这个时候又是一脸怂样，还想着像上次一样溜走。只不过出乎意料的是，其中一个女方早就带来人，这下是跑也跑不了了。美容院里，正和郭婷一起享受着美容院新出的孕妇专属服务。这边医院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您好，请问您是张峰先生的家属吗？电话那头的女生公事公办的问着。是这样的，张峰先生现在伤势严重，需要马上手术治疗，你现在方便一下吗？伤势严重？怎么回事？原先我和郭婷只是看着其中的女方带了人来，觉得再耗下去也不会有什么进展，于是就先离开了。所以后来是发生了什么？我居然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。挥退了身旁的技师，在郭婷疑惑的眼神下，缓缓走到沙发上躺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在养胎，不方便走动，轻慢的抚摸着肚子。如果伤势太严重的话，那我同意放弃治疗。我好心的提醒道，你们也可以录音。耳朵都已经贴到手机上的郭婷，豪爽的举起两个大拇指，通过口型看出来了两个字：霸气。挂断电话后，郭婷才放开声音，爽，太爽了，死人渣，活该，确实是活该。最后还是我婆婆出面解决的，估计现在已经恨死了我，也知道我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回心转意的，所以一出院就马不停蹄的和我办了离婚证，准备投入下一个怀抱。而我手中掌握着张峰出轨的证据，以及还有着孩子，分割走了他大半的财产。这时他才知道，原来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不顾一切的在法庭上放声咒骂。然而一切已成定局。我看着手中崭新的离婚证，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感觉重获新生。终于解决了放在心头的一件大事，顿时浑身轻松。而张峰准备去找郭婷好好过日子的时候，却只看到了人去楼空的一栋房子。哈哈哈，姐，你看他的样子也太傻13了，脸都黑了。郭婷还举着手机中的视频，一遍一遍的放给我看。行了，九，这已经是你放的第5遍了，不知道这个视频哪里戳中了他的笑点。对了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想到了张峰离婚了之后肯定会去找他，所以这段时间一直是住在我这里。只不过一直住在这也不是办法，他要去开启他的新人生。郭婷收了笑容，我现在呢，只想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，平平安安的就好。姐，是时候给他最后一击了。接过他递过来的录音笔，在他坚定的眼神下，看着手中的这支录音笔。好，我们以匿名的方式向公司和公安机关举报了他，并且把手中的证据也一并发了过去。录音笔里有着张峰挪用公款的确凿证据，再加上我在他保险柜里发现的文件，足以让他伏法。双方反应的很快，公司这边第一时间就发公告通知了公司上下，而警方这边也第一时间就实行了抓捕。
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张峰居然已经逃了，可能是发现了被调包的文件。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张峰现在身上根本没什么钱，逃也逃不到哪里去。最终警方在隔壁县的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抓到了他，据说抓到的时候，整个人狼狈不堪。第一件事就是让警方给他买份饭吃。过了这么多年的好生活，终于体会到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了。宣判的时候我没去，听说宣判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张峰整个人像是一下被抽干了力气，瘫软在地。法警在拉着他往回走的时候，又像是回光返照，不知道从哪来的劲，放声朝外大吼大叫着，连被法警捂着嘴，还在喉咙里发出嘶吼。我猜大概的内容估计还是在骂我吧。笑死，好像我能听见一样。现在解决了一切事情之后，我要做的就是好好养胎，顺顺利利的把宝宝生下来。郭婷在知道我要生产之后，说什么也要和我一起住院，说要继续我们俩之前一起生产的这个愿望。没办法，住了院之后，负责我们俩生产事宜的还是我的闺蜜。对此，她也表示非常震惊。说真的，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正宫和小三关系处得这么好，居然还能约着一起生孩子。说完，又看见刚进来的郭婷，赶忙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不小心说顺嘴了。郭婷对此毫不在意的摆摆手，躺在床上没事。闺蜜呼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你现在的状态随时可以生，有什么问题记得第一时间叫我。朝我说完这句话，闺蜜就逃似的跑了出去。我觉得她可能还是感觉到有些社死。俗话说得好，说什么来什么。中午才说完的话，晚上的时候就生了。看着身边的宝贝女儿，不禁感慨，从怀孕到生产，明明才1年不到的时间，却发生了这么多。不过没关系，虽然没有爸爸，但是你有疼爱你的姥姥姥爷，以及还有2个疼爱你的妈妈。在生产之前，就和郭婷约好了，要互相做彼此孩子的干妈，还提前给2个宝宝买了一样的小镯子，让2个宝贝拥有双倍的爱。至于我的前婆婆，听我妈说我生产的时候她来了一次，一到这里来就对医生说千万要把小孩给她保住，气得一向端庄大方的我妈也忍不住发了脾气，赶她走。最后没等到我生产就走了，只是没想到她还会再回来。看到空荡荡的病房和原本应该躺着宝宝的婴儿床却空无一物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，瞬间从头凉到脚。听到走廊上的嘈杂声，才慌忙往外赶。走廊上医护人员围作一团，人群的中心就是我的前婆婆，怀里还抱着我的宝宝。我疯了一样上前抢回我的孩子，直到人群退去的时候，才看到倒在地下在郭婷和他身下刺目的鲜血。郭婷的孩子没保住。手术期间，医院也来和我们道歉。原本病房里是还有一个护士在，生产的时候前婆婆来过一次，所以这次来抱孩子的时候，护士也就没多想，这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。只是现在说什么都是徒劳。郭婷的孩子已经没了，她是看见了宝宝手上的镯子，才发现不对劲，结果却被推倒在地，望着呆坐在床上，双眼空洞无神，陷入自责的郭婷。郭婷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种事的发生，我们都不想看到。我静坐在她身边，怪我，是我没有看好宝宝，是我太大意，太不小心了。郭婷缓慢的摇了摇头，像是失去灵魂一样，是我。都怪我识人不清，是我一心想要找个有钱人，面无表情的说着，都是我，是我错的太多，这是我罪有应得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将怀里的宝宝放入郭婷的怀里，我们还有他。怀里的宝宝正睁大了眼睛，一个劲的盯着郭婷瞧。我们还有他，你忘记了吗？不是说好要做宝宝的干妈的吗？面对着我的询问，此刻的郭婷才像是活了过来，终于抱着宝宝开始大声的哭泣，将心中的情绪发泄出来。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心中闪过无限的感慨，最终目光落在宝宝身上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，
一个新生活的开始。从此刻起彻底告别过去，